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大罢免已经让台湾的社会彻底的分化撕裂，结果没想到现在这种情况，民进党内也正在上演。为什么上演？就因为这份逼宫的联署书，你从来没有办法想过，这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各种答案。有人说他有签了，有人说他没有签，有人说他签了，马上去跟柯建铭总召说道歉，甚至有人说什么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搞错？这一章不是党中央已经下达的军令吗？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答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民进党是如此的大鸣大放，尤其关起门来，大家有问题、有意见，全部都来讲。但是最后吵吵闹闹完，都是由一个人，就是党主席一锤定音。现在对于民进党的人来说，心里都有一个不安的因素在。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你看到这份民调所显示的，我们都知道，大罢免完之后，民进党的声势持续的下探，民进党的好感度只剩下33.1%。但是更有趣的是，上面这两个，包括赖总统的执政满意度只有31%，行政院长卓荣泰执政满意度只有27.7%。他们两个的满意度竟然比你民进党的好感度还要来得低，这代表现在人民对于你府、对于你的党还有院，其实是多么的不信任。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的逼宫联署书的签署上面会有这么多的版本在，因为这一份联署书它根本就是一个对赖清德的不信任投票。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专栏作家吴坤玉，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志总，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过去的民进党关起门来怎么打怎么骂，甚至我还听过有三字经出来的，甚至还有打架的。但是他们完成后，他们出来，大家团结，炮口一致向外，大家杀。只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情况竟然因为一份逼宫的联署书，民进党竟然4分5裂了。对，没错。目前怎么处理这个柯总召的问题，让整个民进党里面来说，似乎是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陈峰希望说这个柯建铭走人嘛，对不对？但没想到要用签联署书的方式。那当然这是徐国勇跟很多党内人士所说出来的一个方式嘛。但是签之后，目前为止啊，很多人签，那很多人还不敢签。比如说，你看这个内幕的报道，很多数立委拒签联署书，然后后来又说什么传有超过一半的立委签了如联署书要换总召，对，但是信息代表说已经签了12份，但是侧面了解李坤哲没有签字，这个很坏，直接把李坤哲还对点出来。然后他说还有南流的立委签完了之后，然后致电跟柯建铭说，哎，拍谁这样一个状况，然后甚至吴思瑶还说没有人敢拿给我签。可是问题是这一次呢，赖清德在对待这个柯建铭的方法里面来说啊，可能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譬如说一开始的时候，陈峰听说赖清德曾经有劝退柯建铭，但是你劝退是怎么样劝退他？然后后来呢，他好像不想走的时候，你就派什么？你就派潘孟安去跟他见面。问题是潘孟安你是什么层级？柯建铭是什么层级？你来搞我供，那你为什么不总统自己来跟我说嘛？所以，然后好，现在劝退不成之后，你好像又要杀，就开杀了。对，事实上我就讲。这一次这个大罢免失败来说，府院党都要负相关的责任，甚至连党团都要负相关的责任。但是你可以看到检讨的这个层级呢，第一个，这个林右昌他原本在726这个败选之后，他就说，哎呀，这个相关的言论他没有请辞嘛，没有请辞，当时大家就骂他之后，他2天之后请辞，对，2天之后请辞。我跟你讲，这就是显然，你看你一开始也没有要处理林右昌啊，那你为什么就在处理我呢？党重不重要？那你要处理我党团的这个状况，再来。当时大家也说你这个府院都要负责任，可问题府院当时也没有传言啊。726不是当时就说，内阁应该要改组，也没有改组，你一直改到828才改组。所以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只要一遇到失败了，对，今天一遇到有挫折，对，我会一个个砍，对，我会一个个砍，是，但是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对，柯建铭不是写了7步诗嘛？对，他说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他最后不是说要留意这个风灾跟关税这2个事情，风灾跟关税是谁的责任？就不是我的责任啊！对，关我什么事？是你总统的责任。对，他说我要让这个国会过半，这有什么过错呢？他认为我没有错啊，他从头到尾
不认为说这个大罢免的失败跟他有关，他认为说这个不是我，是风灾跟所谓的关税的问题。那风灾跟关税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他们不敢讲名字啊，但是我跟他讲，风灾可能跟这个卓院长就有关系嘛，那关税就跟我们副院长有关系嘛，去谈的不是就是副院长吗？所以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讲说我为什么要我负责任？你们也没有负责任，你这样完全推向我，好像变成是我是唯一的一个受灾户。好，另外第二个，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底气？赵，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赖清德总统的民调是50%，对，甚至更高，你觉得柯建铭会怎么做？当然不会有任何意见啊！我摸摸鼻子我就走了，因为党内的声音，这个立院的声音也会一致嘛。因为大家都认为说，那你这赖清德总统的民调这么高，那赖清德都这样下令了之后，那当然你柯建铭就要离职嘛。但为什么现在柯建铭不愿意离职？因为他现在看到一个东西啊，正好你看，这是赖清德总统的满意度，他现在是31%，对，那这是民进党的执政好感度33%，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事实上，民进党目前为止的支持率可能会比赖清德总统要更高。所以现在是赖清德总统是低于民进党的，那民进党那些立委他们就是代表的民进党嘛，对，那你赖清德总统是你个人嘛，所以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声音？为什么有人不要签？因为他们就彰显了这个意思嘛。如果今天赖清德满意度是50%，那你民进党是33%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乖乖的就签了。你说他军令一下之后，我马上对，来，赶快签一签，赶快签一签，交了。对，不会到今天1拖2拖3拖，各种理由，甚至你说请这个柯建铭自己离开，他也会离开嘛。问题就是现在你的权威性已经不够了嘛。你权威性不够的时候，当然党内就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就觉得你还没有检讨完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他的民意支持。我们看小英总统在过去一段时间，他的民意支持度，他自己的民意支持度、满意度都是大于民进党的，这样就会让他在党内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嘛。他觉得党内大家都认为说，我只要靠向蔡英文，我可能支持率还会比民进党更高。对。可是问题现在是，我是民进党员，我靠到这个赖清德这边，我可能民意支持度更低啊，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反常，一个这个目前为止赖清德总统执政的一个压力。好，那我们就讲，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今天这样的局面呢？当然了，我觉得一路以来说的话，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施政不力的关系，没有错。你们在这个很多战略上面来说，譬如说像1万块啦，或者说什么你砍的这个地方补助款，你把那南部的地方补助款砍掉，这些都是一些战术上的问题。但是重点是什么？这次特别条例，照我们不是讲吗？重点是笨蛋，就这个问题就在经济嘛。对，你经济没有弄好嘛，没有错，股市上万点，但是大家感受不到上。然后呢，你好像让民众觉得说，应该拼经济的时候，你又在那边讲什么团结实讲，一直讲，然后就是政治操作。所以你看，为什么蓝营很多人就打这一点？一直打这一点，对赖清德总统来说，现在他的民意支持度跌的最多的是什么？中南部嘛。对，中南部当然跟风灾有关系，但是跟关税也有关系，因为中南部很多都是跟关税、这个农渔民这些都是在中南部。然后你前一阵子不是我们都砍那个所谓的这个地方补助，你也砍中南部啦。然后1万块，中南部民众也想拿，你为什么不让他拿？虽然说这很多执政的原因变成是你会失败的这个状况，尤其什么？现在你看到李彦秋怎么讲？他说现在赖总统要回答非常多的事情，就说大罢免这件事情，谁决定用清除中共同路人作为大罢免的主轴，甚至认为不挺民进党的就是中共的同路人，甚至在街头猎巫、挑衅路人、辱骂荣民时，你总统为什么没有制止这样的事情？等于说你不要把错都推在我身上的。对，没错，所以我才说嘛，这个到底这一次大罢免的失败是谁的责任？我觉得社会上也自有公平的，没有错。民调很多人认为是柯建铭嘛，但是我觉得从基本的盘面来讲的话，事实上执政团队的执政不力，或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那所以啊，我就讲，那柯建铭就说 ，OK， 我民调，大家想要换掉我，你就换掉我。但是阁员呢？你看阁员没有错，你换掉了郭智辉，那换掉了邱泰源，但是大部分的阁员都还在啊。所以我就讲，事实上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什么？赖总统本身要大破大立。我们可以讲，事实上在蔡英文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他用的第一个行政院长是林权嘛，再来用的是赖清德嘛，对不对？那但是当时的经济，当时的表现并不好，他一度的民调也跌得非常低。可是你看他后来怎么样？大破大立啊！他敢用一个之前呢，我当这个副院长的时候骂我的这个院长，我们两个苏贞昌跟我明明就是死对头，我敢用他来担任我的行政院长啊！用这样的方式啊，用一个能够这个真的是这个能够处理天下事务的人出来做啊，这样的话当然是会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嘛。可问题是这一次的改组之后呢，事实上还是卓荣泰院长。我不是说卓荣泰院长不好，
而是说经过这1年多来的时候，证明就是民调不好嘛。对，那你们就是连在一起的嘛。而且刚刚已经讲，现在连卓荣泰的是这个施政的满意度也比民进党的支持者还要低。对，所以你就知道，你如果没有换，那当然你会觉得说，人家会认为说你这个会有新的气象吗？我就想，行政团队的换来说啊，当然要直指到最高的行政的执行者，或者是说总统本身，你要改变你的心态，这样才能够让整个局面出现一个转换的这个状况。好，那我就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就讲，今年我们不是常常讲这个南昆生代天府的这个诗句吗？对不对？一重江山，一重江山，一重江水一重山，谁知此去路又难？任他改求终不过，是非终究未得安，对不对？然后文仲西征，时绝阵，被迫后讨。实际上，这个是当然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嘛，文仲西征的时候，表示这个事上你要做很多事，今年都不是很好做。但是问题是，这是年初就抽到了签诗，这其实某些程度来说的话，我们就讲是个预警嘛。你年初就可能知道说，这个未来会有非常多险阻的这个状况来说，你要想办法去度过这些难关。我就跟他讲，实际上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呢，今年碰到川普也真的是蛮衰的。为什么？因为川普他总统他本身不确定性。然后本身有太多临时的这个想法，你要是行政团队或者我们的反应没办法跟上川普总统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被抛在后面。你要随时更新、随时改变你的做法，去应对川普总统带来的国际局势的改变。对，但是没有办法带到这一边嘛。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你看。之前来说的话，蔡英文也是常常抽到多下签啊，但是执政了8年来说，情况并没有遭到什么今天的朝野对立或兵凶战危嘛。所以来跟你讲，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在于说事在人为，没有错。你可能目前为止的环境没有那么好，或者说目前为止的挑战非常多，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赖清德总统本人，任何的这个局面要打开，一定要是你。你看时你要大破大立，或是你要改变你的心态。总之，很多事情不能够拖，要快刀斩乱麻。任何的决策，快刀斩乱麻，跟人民直接沟通都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让民众根本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甚至有时候人家根本完全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显然就是你现在整个政府有一点点运作似乎没有那么流畅，跟有点乱了套的现象。宇轩，除了我们刚刚谈到那一份民调之外，现在我们从柯建铭的视角去看，代表一件事情，你现在赖总统的这个所谓的施政的满意度，加上你卓荣泰院长施政满意度，你甚至比民进党的好感度还要来得差。而且今天有个很有趣的讯息是什么？是今天柯建铭他这2天在被说要被逼宫的时候，他异常变得很温柔，他变得很和善。现在有一个说法，他说当时在大罢免大成功喊得跟什么一样那么疯的时候，他根本是配合演出的，是这样子吗？赵，因为我们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叫做是赖清德的民调只有31%，比民进党的33.1%来的低，所以我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做柯建铭叫板的底气。赵啊，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整个脉络？大罢免的起头是什么？在于说朝野之间对立没有办法和谐的对话，而中间过程当中，其实包括赖清德，包括民进党。有多次的想要跟在野和谈，但是问题是，只要有柯建铭在，只要有谁黄国昌在，只要有傅昆萁在，这3个一卡起来，转播龙就完 gay， 没有一次那个朝野协商没有一场可以看的啦，全部都在吵架，最后就什么人数碾压硬干，就时至今日最后大失败了嘛，对不对？那今天是说，因为你柯建铭下台，就可以导致什么？台湾经济就会变好了吗？未来立法院就可以我们讲顺利了吗？未来行政团队顺利吗？不是赵和，所以不是找战犯。对。他要的是什么？结构的改变。还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讲的？为什么 AIT 这时候要插手到台湾内部的政坛里面？为什么说希望蓝绿白3方能够和解？而如果需要和解角色，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嘛：为什么最近柯建铭要变乖了？你刚才不是聊到吗？对，因为他知道嘛，过去自己的角色立场跟定位已经不合时宜了嘛。所以今天要改组，不是为了说一触可及的把民调直接拉升起来，或者一触可及的找个战犯大家出口，都不是，而是说需要一个全新形态的党团跟格局，好好的跟蓝白相处，未来去拼经济、拼民生。所以这一次追加预算，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只删了大概50亿左右，现在照案通过啊，国民党照案通过啊，地方补助照案通过，即刻即发啊，还有什么？连我们讲的灾后特别条例全部1秒没删呐，所以这个前提跟格局状况下，你人选一定要换呐。等于说我们重新开始一个格局。但因为你现在看，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为什么这些所有地方的立委，特别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讲说是赖系，但我还有注意到一个特点嘛，南部地区的立委有些人特别有意见，特别多嘛。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就举郭国文例好了，他现在直接跟你讲了
以前初选，以前民进党台南赵尔，你知道派谁选会赢吗？你知道派谁吗？派西瓜都能赢对，，派西瓜都能赢，不管你姓黄姓张，还是长得圆的扁的，长的西瓜有籽无籽都会赢嘛。他跟你讲不对了嘞，啊，我们这么不对呢，不是光讨鬼心就鬼呢，这么台南我们党内初选就算选完了，会不会出大麻烦呢？为什么大麻烦？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70%云嘉南的好朋友跟你报告说，认为经济烂透了。那你说这个情况之下怎么选？经济烂透了，受不了了，他接下来变成什么？变成你赖清德政府烂透了，那不就是到最后就倒了吗？他可能不会去投国民党，但是他就不投票啦。所以南部地区现在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呀、所以你看啊、包括所谓的勘灾也好，包括所谓的出口也好，他说我跟你讲哈，现在就是要去处理这些灾情的状况，因为基层的里长这是第一线，感受最深，已经开始在动了嘛。不是动摇哦。你说连这种绿营的基层的里长信心动摇，他们很焦虑什么？如果我今天没办法说服我的里民的经济状况一样糟，甚至我发生天灾的时候，我都没办法去帮忙，政府没办法去帮忙他们，我也要去怎么说服他们？对啊，所以照我跟你讲哈，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你是里长对不对？你今天说好，我要去找我一般认识的里民，然后你走到他家，发现他家不见了，触定没去啊，下面弄胖没去啊。啊，那是没让他处理啦，你房子都没弄好，他房子还破一个洞，然后你跟他讲说，这盖来出来求听节，吹那个神雷嘛，谁理你呀？怎么可能？怎么会这种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哦，为什么今天灾后的这个全部照案通过？这是对等交换嘛，代表民进党的妥协了嘛？地方的补助预算是不是也全部都给你一毛不删，全部都给你，没有什么杂音啦、你没有看到出来反弹的意见很少啦？为什么？因为现在对大家而言，最大的问题哦，立法院哦，才是整个政治交锋的核心的重中之重，而不会是赖清德，也不可能跑到立法院。每一天我们讨论的新闻也都是在立法院，所以这个立法院不解决掉，民进党选都不用选。玉凤，为什么现在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多的一些事情？你说你在725的时候，我们都知道726是大罢免的第一站。你在725的时候，你就用易经去卜了卦。你卜了卦之后，我们现在一路这样看下来，也太准了吧！其实，在726的时候呢，大家在开票之前都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被罢免几席，你至少3本柱你可以罢掉一个吧。但没想到，大家最不看好的叶元之，竟然也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对，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在725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几个好朋友，我们就拿了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铜钱，这个是真正的龟壳。我们用易经来占卜，我们在当下已经在725的时候就把这个给算得出来了。好，我们用阴爻跟阳爻，我们算了一个卦，而这个卦呢是什么卦呢？上水下山，坎为上卦，艮为下卦，算得出来一个水山蹇。水山蹇这个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时候剖的。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7月25，我们就把它剖上来。对，那这个蹇，你看到蹇，你大概也可以想到什么意思？跛脚了。蹇的意思呢，就是跛脚了。你说你725的时候就已经算出赖总统可能会跛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知道吗？在过去来说的话，在古代的话，你遇到坎为水，你要出远门，你要进攻，你要进军，你要去攻向对方的时候，你遇到水，完蛋了。你大军就过不去了。下卦是艮为山，你又遇到水，又遇到山，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出得去？所以呢，我们在当下的时候，其实就觉得我们就觉得说726的大罢免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简卦，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对应表。好，简单来说的话，你看哦，你算到简卦，大概你就是16个字：踏步难行，艰辛万苦，进退维谷，容忍待时。什么意思？你要去进攻，你是攻不破的。那你攻不破的情况之下，你有办法撤退吗？你又没办法撤退，为什么？一群人跟着你杀到前面去，结果发现掉掐，前面又是水又是山。在古代，你遇水则难，对，你要过水已经非常困难了。水过去之后呢，你又有一座大山，还有大山，那你现在卡在水山之间，你要怎么办？你能退吗？你又不能退。好，另外来讲的话，我们来看这张图，这个是64卦，简卦在哪里呢？简卦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对应到的一个时节是什么时候呢？可能要4个月以后。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要把这一局给化解的话，你恐怕还要经过4个月的时间。你是说你7月25号算出来的？如果今天要化此劫，对。至少等4个月之后，才会有所谓的春暖花开时。对，4个月以后，那我们来看一下简卦，当时候其实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你知道吗？简卦这个事情的话，行路受阻，有险难，需要怎么样？避险、修德、借力。
这个东西，你这3个词，你再回头来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你必须要避险，你不应该正面硬刚。然后呢，你要修德，你要借力。如果你是在国会，你并不是绝对多数。对，那当初来讲的话，民众党那8席，你是不是要稍微想了一下？你一开口就说人家那是无用的8席，结果呢，你根本没有机会借到那8席，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大罢免的最终就是大失败。然后呢，再过来讲的话。讲到一个事情，就是有阴爻跟阳爻。那我们有算到的事情是说，有德之士身处困境，但他不是为自己谋私利，而是为国为他人奔波。在这一次来说的话，大罢免，我们一开始有讨论过2个重点，一个是精准打击。你有问题的，我们把你罢免掉；你没有问题的，你去罢免他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次为什么推不动？因为很多人你在地方上面你找不到借口去罢他啊。很多人是有做服务的，你要怎么去罢他？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在上6的地方的时候就有讲到了，若一昧前行，则会陷入困难；如果退回反思，可得大利。见到贤人则有利，什么意思？如果你要在这个时候，你找到你的同伴，蓝营难道没有同伴吗？白营难道没有同伴吗？你找到他之后的话，你退回反思，可得大利。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7月25卜这个卦，卜到了一个简卦，7月26就投票了，对，开完以后就知道了。完蛋了，但是已经开完了726，其实开了就开了，还有一个823，但823战车还是继续往前，所以呢，他有没有退回反思？他没有，他是不是一昧的前行？结果最后怎么样？就是陷入了困难。所以呢，整个卦象里面一直告诉你说，不要逞强硬抢，然后呢，你要干嘛？坚守诚信，向内修德，与人感通，困境中能化解。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了行政院已经开始小幅度的一个改组，那感觉上是往这个路去走。问题是你现在你要走出来的话，还是回到那个重点，你的责难已经做出来了，你的一个责任你必须要把它扛完。扛完是多久的时间呢？大概就是4个月，4个月后才有机会看到春暖花开。你刚刚特别提到说，不要逞强硬闯，应退一步，寻求大人，而且什么与人感通，这代表什么？你现在用人上面要更多领域，甚至拔擢一些，就算不是自己派系的人，也通通都要找进来吗？对，所以现在来说的话，还有一个重点，你身负重任，但是遇到困难，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已经不是自己的团队可以扛得出去了，你必须要多纳贤人的一个意见。当这些意见进来之后呢，你这个卦慢慢的消化，责难已经发生了，只有你扛过去之后呢，4个月后才会有机会转还。廷慧，如果照玉峰刚刚那样讲的话，他说什么？现在最重要就3个，一个避险，一个修德，一个借力。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民进党的存亡时刻，借力现在来说非常重要，你要把人才直接拉进来，你的内斗要不能再消耗下去了。对，你知道这个民进党这一次罢免的失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罢免跟选举的概念是不太一样。以往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小英曾经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有3次的败选。这3次败选呢，小英都以什么辞掉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来这个维护这个所谓的民进党内部的团结对，当然不管后面做了什么样了但是至少小英当时在选败的时候呢，基本上在2012年、2018年。2022年总共有3次的选举当中败选的时候，他都辞掉党主席，以示负责。那问题是说，有人提到说罢免跟选举是不太一样的。那罢免来讲的话，不见得一定要负这个辞党主席的责任。但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说，这个罢免的概念本来就是国民党视为是一个政党对决，政党对冲。所以两边来讲的话，朱立伦这边或者是说在国民党这边来讲的话，他们的确是有在动员的。而在动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方面又不需要动员，然后又想要赢得这个罢免的结果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柯建铭冲在前面，但是后面又有党不断的一直在支持他，才有办法整个罢免来讲才有比较好的结果。但是现在没有啊，现在柯建铭冲在前面，你后面党的机器还有党的组织有没有跟上去，以及怎么去游说自己的支持者出来投票，这个重点就在于说，这个整个党主席还有整个作战团队来讲的话，应该比照所谓的选对会或选策会来处理这个事情了。对，也就是说，今天你可以说赖清德可能不需要为罢免负责，但是大家都认为说，这当中来讲的话，第一个应该负责是柯建铭，第二个应该负责的是赖清德总统。那是不是赖清德总统应该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所展现？
就算没有大罢免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整个行政团队或许在这1年当中，说不定就被整个拿出来检视你的施政的满意度到底是什么。今天来讲的话，你光是把内阁当中做一个重组，我们看到很多次长升成部长，对不对？对很多部长离开啊，几个部长离开，那就代表说你已经承认是一个什么，必须要调整内阁来回应整个民意的一个这样的反馈嘛。那你要调整内阁的概念，就是自己应该承认自己已经是执政方面来讲或民众不满意啊。那问题在哪里啊？其实你要知道，蔡英文总统其实并不是说在执政方面是最厉害的，对但是你知道他当时败选之后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他找了苏贞昌。当然，苏贞昌后来来讲的话，也是被大家骂下来，但是至少那时候苏贞昌是很强势的。也就是说，总统是一个领导人，你的执政团队、你的行政院长，你要找一个比你更强的人，你不能找一个比你更弱的人。你找你比这个更弱的人来讲的话，你基本上来讲，他只会唯唯诺诺听你的话，他做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们知道说，当然赖清德很希望说底下人全部都听他的，但是你知道在这种危机时刻，在这种关键时刻，基本上就要找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我问你，川普当总统，他财政他懂吗？关税他懂吗？他不会懂的，他只知道一个概念而已。那真正的执行者找贝森特嘛？对，贝森特大家知道说以前跟过索罗斯的，他很强的啊，卢克尼克也是很强的，所以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华尔街出来的，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即便是个商人，但是他不会慧眼去找2个比他更强的阁员来担任那个部长，来执行他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赖清德总统要做这些事情的话，要拯救他的这个颓势的民意的话，民调的话，那就必须要做一件事情，事在人为。我觉得卜卦是一回事啦，但是就是说，真的你今天来讲的话，赖清德总统，你要用一个比你更强的人来担任行政院长，把阁员全部换掉，弄一个强势的内阁，你的意思说在立法院能够对抗蓝白的这个组合你。的意思说，他现在既然遇到了困境，那你不如大破大立，放手让强的对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背水一战的概念。你今天退无可退啦，大家都已经看到了2028年，说不定就不是你出来选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了在这时候，大家为什么心里会慌嘛？那你怎么办？你要一个主帅，你要一个真正的有能力的人，因为毕竟来讲，行政院长他是执行长的概念，你总统可以随时换掉。如果真的行政院长太过嚣张，他侵犯到你的总统职权的话，你当然可以处理掉。但问题是说，你现在在这个所谓的危机时刻，你就要大破大立，你就要背水一战，你就要找一个真的能力比你强的人来做这个行政院长。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民众的那个信心拾回来，而在立法院当中能战、能退、能战，跟蓝白立委能够站的情况之下，对绿营的支持者自然就会归队了。所以你也不用再去处理说什么柯建铭要找战犯，要找谁战犯，谁说真的啦，到最后每个都是战犯。关键就在于说，你行政团队你掌握了执政权，你用人就要用对，你就要用到你这个什么在执政上面有经验、有强势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用的人如果用到的是自己喜欢的人，或是用到了自己觉得说好像听话的人，基本上来讲的话，这种执政团队通常都是没有用的。这个整个执政团队会停滞不前的，没办法往前走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